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hoco， 我是 Jane。今天我们会介绍 Layout Protocol， 这个是 iOS 16新推出的 Protocol， 它可以让我们自己定义如何排版一连串的 View， 就像是定义自己的 H-Stack、V-Stack 或是 Grid。那这个 Layout Protocol 我会分成3集来介绍。第一集，也就是这一集，我们会先来做一个自动调整，让每个 View 一样宽的 Layout。可以看到这边我有7个 button， 它们被分成一行3个来显示。但这个一行3个并不是我要求的，而是它根据画面的宽度和这些 view 本身需要的大小来决定的。也就是假如我现在把字放大，那这个 view 本身需要的宽度就变大了。那它需要这个宽度的话，在这整个画面中它就只能一行排2个。或是如果我把手机转向，那它就变成一行可以放5个了。然后接着第2集我们会做 flow layout， 它是会把每一行排到满再换行。所以这边每一行的 view 的数量不太一样，每个 view 的位置也不一样。然后这张猫咪图我没有限制宽度，所以它就是直接自己塞满。然后后面剩下的这些图片我有限制高度，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高度调整宽度之后放进去。然后这里我们还会让这个 view 里面可以对齐，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至中或者是往后。这个我也把它转成直的让你看一下。好，然后最后第3集是自定 Layout Key， 这里有蜘蛛人、奇异博士跟绯红女巫，他们分别在12点钟、3点钟和7点钟的位置。这3张图片的位置就是根据这几个时间来放置的，所以他们的位置和他们被放入这个 Layout 的顺序没有关系，而是我另外自己去设定一个可以在 Layout 的时候被存取的 Key， 然后把这些几点钟方向的资料丢进去，让它根据这个资讯来排。这边这个换位置的按钮我按下去，它就会随机更新它们的位置，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些角色图片也跟着换位置了。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会学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做第一个 layout。现在我先把这几个按钮丢进 Grid View 来显示。这边用 Grid View 虽然它可以自动帮我分大小，但是缺点就是我必须要先决定一排总共要几个。像我现在继续放下去，就会发现丢到第4个的时候，其中一个文字爆了。所以可能一排用3个会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这其实也只适合现在的文字大小和装置大小。遇到不同的情况，它可能又不一定会是适合一排摆3个了。所以 Grid View 没有办法帮我决定这件事情，我们就自己来写一个可以帮我们决定一排要排几个的 layout。那这个 layout 我们就叫它 Equal Size Layout， 是同样大小哦，不只是同宽度。然后它必须要 converse to Layout Protocol。要 convert to Layout Protocol 呢，有2个一定要设计的方法，就是 Size-That-Fit 和 Place Subviews。Size-That-Fit 做的事情是计算这一整个 layout 要有多大，然后 Place Subviews 做的事情就是放置每一个 view。来讲一下这2个方法是怎么被呼叫的。这个 Size-That-Fit 被呼叫的时候，它会拿到 Proposal、Subview 和 Catch。Proposal 指的就是要放这个 layout 的空间，它给我的大小提案。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具体的长跟宽的数字，或者只有其中一个，也有可能都没有。那 subviews 就是指这里面包含的 view， 这些 subviews 你可以 loop 它们来拿到一些大小的资讯。那最后这个 catch 我们这几集都不会用到，我会在最后一集看文件的时候再解释。然后放置 view 的这个方法呢，它除了有这些一样的参数，它还多了一个 bounds， 这个就是最后你要放置的那个空间的资讯，会有这个空间有多大，还有它的 X 轴跟 Y 轴在哪里的资讯。那这里这2个方法要注意的地方是，在一次排版中它们可能会被呼叫很多次，因为呼叫端可能会提出不同的尺寸、不同位置的 proposal， 它会根据你回传给它的结果来决定它到底要使用哪一个方案。以下面这个例子来说，这个 grid 也是 convert to Layout Protocol 的，所以它一样有这2个方法。那会呼叫它的 Size-That-Fit 的方法的人，就是它上面的这一层 V-Stack。V-Stack 会根据它自己的空间，还有它其他要摆的东西，来提出不同的 proposal 给 Grid， 最后再自己总和它得到的不同的资讯来决定它到底要怎么排。好，希望现在你大概了解这个方法是怎么运作。那我们现在就来实做这2个方法。首先就是找这个 layout 的尺寸，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这整个 layout 到底会占多长跟多宽呢？宽度的部分会取决于我一排要放几个 view。那既然这里每个 view 都是相同大小的话，我们就是要乘上这个固定大小的宽度。这个固定的大小，我们决定的方式就是找出一个可以让所有的 view 都被理想的显示出来的大小。我们就用 reduce 来找这个 size。
然后我们拿到这个 view 就会发现，这个 view 本身也有一个 size_that_fits 的方法。现在我们直接就它的上层空间嘛，所以我们可以对它提出尺寸的要求，我们可以对它提出我们的 proposal， 请它告诉我，在我的这个 proposal 下，它需要多大的空间。那如果我们是想要让它自己决定它最理想的空间，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unspecified 的要求，这样它就会直接回传给你它最理想的大小。我就可以再把这个大小的值跟我们前面拿到的最大大小做比较，最后就会回传我们全部 loop 完之后得到的最大宽度和高度。好，那现在我就有这个单一 view 的大小了，我们就可以根据总宽度来确认一排到底可以放几个。那总宽度我们就直接用我们收到的 proposal 宽度。那刚刚有提到这个值有可能是空的，但是现在这个排版方式我一定要有这个值才排得下去，所以这里假如我遇到没有给我任何宽度的情况的话，我就应该要直接全部回传 0。 好，现在我确定你有这个总宽度了，那我再用这个总宽度来除以单一个 view 的宽度。这边除完也有可能不会被整除，那不会被整除就代表后面的 view 会被排到超出范围，我们当然不想要那样，所以这边就会是直接 round down。 不过这个值算出来代表的是一排最多可以放几个，也有可能我的 views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个，所以实际上有几个 columns 应该是取决于最多可以放的数量和我的 subview 的数量之中比较小的那个数字。这样我就可以把 columns 和一个 view 的宽度相乘，就可以拿到 layout 的宽度。那再来就是高度，高度就会取决于有几 row。这个叫我们已经有 columns 了，我们就只要把 view 的数量去除以 columns， 就会知道需要几排了。然后没有整除的部分就是一定要进到下一排把它排出来嘛，所以这里就会是无条件的 round up。这样再乘上每个 view 的高度就是 layout 的总高度了，这个 size 就可以被回传了。我们先来试一下它有没有抓出正确的大小。我们直接把这边改成我们刚刚建立的 layout， 然后把它设定一个背景颜色来看一下它抓了多少大小。现在我们就有看到背景了，看起来大小应该是合理的。我们现在继续来把 view 放到他们应该要在的地方，所以到第二个方法这里，我就是来 loop 每一个 view， 然后对每一个 view 执行放置 place 的这个方法。那我要放置的话呢，我需要告诉它要被放在哪个位置，还有我的大小的 proposal。那它的大小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刚刚我们算出来的最大大小，所以这个最大大小的运算我们这边要重复使用，我就把这个找大小拉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方法。然后这边因为每个 view 的大小都一样，所以我就直接在这里建立一个通用的 proposal。 接着要摆的就是位置资讯，我们这边有 bounds 的资料可以用，所以我先把里面的最小 x 和最小 y 的坐标拉出来。好，现在它们就全部都被丢到第一个位置。我们必须要在 loop 的时候调整位置。xo 就是每次要拉开它的宽度，然后当 xo 超过现在的空间范围，也就是 bound 里面的最大 x 的时候，就要换行。然后换行之后 x 就会再回到起点。噔噔，这样就做出来了。这个黄色背景实在太丑了，我先把它弄掉。然后这边每个 view 现在都挤在一起，实在不是很好看。每一个 view 之间还是要有一些 spacing 比较好。那要加上 spacing， 你可以自己决定宽度，或者是你可以让每一个 view 告诉你它想要有多少的 spacing。那在这一集我们就先示范自己决定宽度，下一集我们会使用 view 提供给你的 spacing， 所以这里我就再加上参数 v spacing 和 h spacing。 那像这里我这样加，你会发现它直接报错了。这个部分其实文件上有写，我们来看一下。在 layout 的文件上，这里有写到，如果你要加参数的话，就算你有给它预设值，你还是一定要打这个括号。原因是因为这个 layout 的设计，它是透过 call as function 去完成这个 view。如果你不熟 call as function 的话，我简单讲一下。假如你帮一个类型设计一个名字叫做 call as function 的方法，那你就可以直接呼叫这个类型的变数。当你没有输入任何的方法名称，直接对一个类型的变数加上括号的话，就是对应呼叫到这个 call as function。所以 layout 的 call as function 就是用来建立这个 layout view 的。但是这里理论上我觉得它应该是只要打一个括号，建立起来之后再搭配 trailing closure 的时候，应该不需要再打第二个括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把这两个括号明确的写出来。我在这边再讲一次我怕你真的觉得很奇怪。第一个括号我是用来建立出这个 layout， 那第二个括号就等同于呼叫 call as function。所以其实要说把这个括号改成打 call as function 的话，会是一样的结果。
但总之呢，我的理解应该是这边不应该需要打第二个括号，因为我这边搭配 trailing closure， 我不确定是我理解错，还是这是一个 beta 的 bug， 或者它可能跟我现在的其他 Xcode 版本有冲突。但因为现在它不影响我测试新的 API， 所以我没有打算要理它。如果正式版还是有这个问题，我才打算来研究它。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的话，希望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好，我们再回到 layout 的部分，我们现在把 spacing 加进去。这边计算可以排几个 column 的时候，就也要把这个 h spacing 加进去，但那样会多算一个，所以我直接先把原本的宽度也多加一个，然后最后计算宽度和长度的时候也要把它加进去。我一样就是等到最后再删掉多加的那个，但是这样子减可能会跑出负数，所以我必须要确保前面一定至少有一个 view。那接下来就是后面在放置的时候，我也要在每一次 loop 的时候调整它的 spacing。噔噔，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来试着调整不同的数字看看。我把它换成50或是20，好，都没有问题。但现在这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现在加入一张图片的话，它会直接坏掉。这就是图片的理想大小已经超过我的空间了，所以这边的运算结果会变成一排什么都放不了，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奇怪的情况。所以其实在这里我还必须要确保我的宽度不会超过总宽度，也就是这个总宽度的资讯应该要加进去这个方法处理。所以原本算出来的是理想大小，但是我们要回传的宽度不能超过原本的宽度，我就在两者中取比较小的。后面我再把这些宽度补上。好，出现了，但是现在这个 view 实在太大，我要改成 scroll view， 然后多余的 view 也要删掉，因为这个实在太长了。好，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正常的出现了，但是现在每一格就变得超高，因为受到图片的 view 的影响，所以这个排版可能不太适合用来放大小差太多的 view， 它比较适合的是用来放相同的 view 或者是类似大小的 view， 把它们都丢进这个 layout 里面，它就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找出最合适的排列。我们最后再来试看看把它转向，或者是把文字改得超大，都没有问题。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layout 都会是 eager 的， eager 就是 lazy 的相反，也就是它每一次都会直接把所有东西跑出来，所以这种排版方式就不适合用在你有大量的 view 的时候。好，那这个基础的 layout 示范就到这边，下一集我们会再学更复杂一点的排版，并且让我们里面的 view 可以对齐不同的方向。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